是不是多少老土了一点？这都是你准备的？为什么？我们拿到了账本，查到了他的海外账户，还查抄了宋帕走私生意的上下游。那现在庆祝，是不是也太早了？谁说我要庆祝这个？现在可是我们的恋爱环节。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3年了。那一次，在夜场拉你进那扇门的，是我。当年我在执行卧底任务时差点暴露，幸好是你救了我。我其实早就想起来了，只不过想等你主动坦白。但你表现得不好，我可没答应跟你谈恋爱。啊？我以为我们早就已经在谈了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介意，在很多人眼里，你还是安宁？他现在不方便露面，等案子一结，我立刻帮你澄清身份。即便我还是安宁又怎么样？我已经代表安宁和提查离婚了。但是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要习惯这瓶酒的歌单，饮多了再遗憾。你说过的晚安，学前一些浅谈，变成委婉的期盼。身边哪有早放我枕畔，思绪剪不断。我们习惯本能，赶快拥抱取暖，照本模样，淡了互相试探，越用力的想就更圆满，越走到另一端，多少不敢辜负，勇敢继续泛滥，再提提示关于这一段，也很快就讲完。你不认识我。本督察想要的，他们必定双手奉上。昨天是我无礼了，我是来道歉的。事后的道歉，我不接受。顾潇，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。你牵扯的麻烦那么多，我只是不想你死得这么早。你怎么这么不会救人？万一我失败了呢？没有万一。下次来谢我，别再。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看我。如果你发现我不是真正的我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吗？我愿意为之不顾一切付出的，是眼前的你，无关过去，只看未来。如果有一天你记忆恢复了，有没有想过要怎么面对？我只希望有个好的结局。结局的好坏可以由人心来决定。
自己听。等不到雨景想等不到分明，云被我委屈困，风无了天际。等不到天晴想等不到分明，谁说明光与夜就会放晴？漫长的雨季又漫长的森林，我以为我能逃出这风雨。你的眼神，却又让我置身最悲伤的境地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宋氏涉黑生意的内部人员，还有国外交易账户。我爸早就掌握他们涉黑的证据。难道帮主的死也和宋家脱不开干系？宋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一个都不无辜，谁都别想逃。大小姐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马上带兄弟们把他们全部干掉。让他们死，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拿走他们最珍贵的东西，再把他们踩到脚底下，一个一个的碾碎他们。看来你还是对我手中的20%的股份不死心啊！贱人，我知道你想要什么，只要你把股份交出来，我可以让提查跟你离婚。这次是你猜对了，我的确想把提查一脚踹开。那你还不赶紧在协议书上签字，这样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去找你的姘头去了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呀？饭点到了，今天晚上我可是特意给你和公公准备了大餐呢。你又要耍什么花样呢？我只是想表达下自己的孝心。公公婆婆不会不给我这个机会吧？上菜。江萌这蠢货，这都没干掉安宁，我倒要看看他又想干什么。安宁，你耍我吗？是我搞错了吗？原来婆婆不喜欢吃素菜啊。可是我怎么听说公公年轻时谈恋爱约会从来只点素菜呢？胡说八道！管家，把这些菜撤下去，重新再做些上来。等等，婆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我搞错了。公公年轻时的初恋是你的姐姐阿珍，喜欢吃素菜的也是阿珍。你住口！长辈的私事还轮不到你打听。是轮不到我打听，还是你不敢让我提啊？闭嘴！公公，我看你脸色不大好呀，是不是想起阿珍心里难过呀？阿珍在天之灵知道你对她的一片情深，不知道是该感动呢，还是该笑你愚蠢呢？你无缘无故的提起阿珍，你究竟想要说什么？想说的有好多，就是不知道有些人敢不敢让我说。你尽管说，但是你要是胡说八道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公公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年你和阿珍情投意合，她又是千金大小姐，为什么会突然掉进水里溺水而亡呢？警察已经调查过了，姐姐是去河边散步，为了捡起被风吹落河里的帽子，不小心摔下去的。可是我怎么听说阿珍是被人推下河的，而且凶手和婆婆脱不了关系。你这个贱人敢胡说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你要是没有证据的胡说，我弄死你！
你确定他已经死了？我已经确认了，将尸体丢在河道口，警方已经接到报案了，到时候我会带人出警，找到尸体。江蟒，是你串通江蟒，害死了阿珍！假的，假的，这视频可以合成。是你这个贱人想陷害我！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手上的那枚红宝石戒指，是阿珍精心挑选送给你的成人礼。这枚戒指全世界只有1枚。阿珍当年对婆婆这么好，可是为什么她一出了意外，婆婆你却嫁给了她的男朋友呢？当年你说替姐姐安慰我，原来就是处心积虑的要嫁进宋家。不是的，老爷，你不要被这个贱人骗。阿珍是你的亲姐姐，她有什么对不起你的？你竟然这么歹毒的害死她！我就知道，你从来没有忘记过她。哼，阿珍温柔善良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。我为你生儿育女，她离家里内外，相濡以沫了10几年，难道还比不过你年轻时的一点点心动吗？你拿什么跟她比？你现在享受的一切，宋太太的位置本就属于阿珍的，是你用卑鄙下流的手段抢过来的。抢过来的。是又怎么样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20几年了，这段视频已经不能说明什么，连法律都奈何不了我。我还是宋太太，我永远都是高人一等的豪门贵妇。一个蛇蝎歹妇，法律治不了你，我宋怕治你。来人，把这个贱妇给我赶出宋家，不要让她带走1分1厘。她要是再踏进宋家半步，把她给我打死。我是前衣贵妇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我是宋太太，我是前衣贵妇，你放开我！你放开！妈妈，这什么情况？提茶，安迪那个贱人害我，你爸把我赶出来了，你快把妈妈带回家。不可能啊！老爹他为什么这样？妈妈，提茶。他杀了你爸最真爱的初恋情人，也就是他的亲姐姐。你觉得你爸会轻易饶恕他吗？没有，提茶，走。提茶。妈妈！这么多年前的事儿，怎么可能突然翻出来？是不是你？婆婆作威作福了半辈子，如今却成了豪门弃妇，这以后的日子啊，肯定非常精彩。提茶，你干什么？虽然我拆穿婆婆罪行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们有话可以好好说的呀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？你知道吗？婆婆为了拿走我手里的股份，她让我跟你离婚。她这样真的有在为你着想吗？不可能，我已经跟我妈说了，她以后会对你好，我们原本可以很快乐的生活在一起。是你毁了这一切！这几天婆婆是怎么对我的？你难道没有看到吗？她真的可以允许我们好好的生活吗？你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。如果没有婆婆，
我们是不是会生活得更愉快呢？啊，你先把我松开，先把我松开，我们有话可以好好说的。你别想骗我了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是在报复我们。等你报复完成啊，你就会离开我。现在好了，你哪儿去不了，可一辈子留在我身边了。放心啊，我会把这座房间打造成一座豪华宫殿，让你一辈子享受最好的生活。哎，铁茶，别着急啊，看你腰上是什么？乱动，否则我一不小心按下遥控器，这个炸弹就要提前爆炸了。砰！你想干什么？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我就可以饶你一命。不可能，就算我死，你也是我提茶的寡妇，你永远都摆脱不了我老婆的名号。嘴真硬，就是不知道你命是不是也这么硬啊？这个贱人，贱人！这么近距离，你也会被炸死的！快停下，停下来啊！你疯了吧？疯了吧？我去！贱人！佣人不想干了还可以辞职，我却因为一张结婚证，就要被你当做永远的奴隶，还要被你打，被你骂，还要被你羞辱折磨，还要眼睁睁看着你出轨乱来。你把自己当什么人了？你喜欢打人是不是？喜欢羞辱女人是不是？喜欢看别人被折磨是不是？你不是很厉害吗？怎么现在怂了？一颗炸弹就被吓成老鼠了？其实我知道，你不善你，就是因为你不善你，我才喜欢你。我妈的将军，我妈那边的控制欲，烧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之所以不愿意离婚，是因为我知道，离婚之后，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女人对你来说，不过是泄欲的工具和炫耀的对象。你尊重过女人吗？你真正了解过女人的珍贵之处吗？你对她付出过一星半点吗？像你这种人，根本不配谈喜欢二字。
爷爷，爷爷，竟然害我方家一无所有，今天我亲手送你下地狱！贱人去死吧！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，结果雨还没下，没想到在你这先用了。我跟你拼了！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。爸，即便我把仇人都解决了，也再听不到你叫我一声宁儿了。阿荣呢？大小姐，荣哥还没有回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大小姐，我们把每个场子都找了一遍，发现阿荣的住处有打斗的痕迹，对方留下了这个。想要救出阿荣，就请叶家千金亲自前来，今晚12点为限。是宋帕。他为什么要求大小姐前去？他已经猜到我的身份，所以用阿荣当作诱饵，布下这个陷阱，把我引过去，当面戳穿我。只要确定我是叶颖，就能证明安宁已死，吞下安宁的股份。大小姐，您千万不能去啊！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如果我爸还活着，他也不会让自己弟兄为他而死。更何况，宋帕这个人一计不成就会变本加厉。我难道让堂堂青云帮受他要挟吗？你醒了，幸好你穿了防弹背心，子弹才没有造成致命伤。叶颖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叶颖，我是安宁。死抓！躲起来，快！大小姐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！闭嘴！校外有我们的人，去跟他们会合。大小姐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我必须跟他们讨回点利息，快走！城主，我马上回来。你根本不是安宁，你是青云帮帮主叶红的女儿叶颖。安宁是不是早都被你害死了？你冒充安宁潜入宋家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只是失忆，被你们当作安宁，你们没有察觉，是你们智商不够，怪不得别人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！哼，你终于承认了，只要你死了，我就可以跟全世界宣布安宁已死，那他们安家的财产自然就到我手上了。你们高兴得太早了，看来你们还不知道吧？你们所有的走私证据全在我们青云帮手里，你们的海外账户、交易记录，还有宋氏集团所有涉黑人员，还需要我说的更详细吗？叶红死了还阴魂不散，好，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
宋帕，我爸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你知道我爸手上有你的犯罪证据，所以是你杀了他，然后嫁祸给霍萧？哼，你爸不识趣，我自然不会留他。既然你想以卵击石，那我就送你们一起赴黄泉。Surrounded to face， 没有方向，黑夜交错，渴望卷绕他头上，不停止抵抗，因为尽头停留着温柔目光。Surrounded to love， 寻找方向，哪怕命运试图地将他遗忘，从不曾绝望，因为心中燃着不熄灭的光。把枪放下！当天亮。滚！放！江猛，当宋帕的狗，杀人走私，这次你还有什么花样？带回去，依法审讯。走，走。我明明是对你心脏开了枪，为什么你还活着？可能是我早就料到你今晚会只身涉险吧，所以我无论如何也要活着。我当时真的想杀了你，你怎么还会回来救我？如果我不来，那我受的冤枉就永远都洗不清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查清楚真相，是宋帕杀了我爸，我想，对不起，还好你还活着。事情的真相我已经查清楚了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年我还在警校的时候，我的父母被人杀害，而我妈妈肚子里的孩子还有2个月就到预产期了。命案发生以后，警方在案发现场只发现一枚叶帮主的指纹，除此之外再无别人。尤其是后来他还无罪释放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您被无罪释放了，这事儿就算了结了。郝律师，这次多亏你为我做辩护，否则用那枚指纹作证的话，结果还真是难料啊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，应该的。当时我认定叶帮主就是凶手，还花钱开脱了罪行。我发誓一定要找到证据，让叶帮主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但这些年来，我暗中调查叶帮主，
并找到可以证明他是真凶的线索，反而发现宋帕才是最可疑的那个人。我抽丝剥茧，发现叶帮主也在调查宋帕，且有了可靠的证据，所以才会去找他。只可惜，把宋帕的罪证交给我。叶红，你我应该联手，而非敌对。我明白了，我解锁我爸给我的那个 U 盘，U 盘里面全都是宋帕涉黑的证据。宋帕知道这个 U 盘的存在，他想得到它，就派江某杀了我爸。但是为什么叶家和霍家都跟宋帕扯上关系呢？起初我也没想明白这一点，这次碰上安宁，才明白其中缘由。你见过安宁？是他救了我，把我带去了医院。你的意思是，当年杀我父亲的有2拨人？没错，当年你父亲发现宋帕在生意上有涉黑，屡劝不止，于是便有了向警方举报的心思。我知道，宋帕高价请叶红出手。但是你不知道的是，叶红知道你母亲怀孕时，她犹豫了，没有下手，只是没有想到我婆婆担心叶红办事不力，同时收买了刚做警察的江某。这个江某可比叶红很多了。不过说到底，宋帕才是真正杀害你父母的凶手，江某只是他们收买的刽子手。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暗中调查，搜集了不少宋帕涉黑的证据，也查到了他跟江某有勾结。但我确实没想到，是宋帕的老婆买通了江某，杀了我父母。宋帕诡计多端，善于伪装。当年在取得我父亲的信任后，夺走了龙兴集团，但我没想到他如此贪得无厌，还要杀害我父亲，抢夺剩余股。那晚我出去，就是为了找律师谈捐赠股权的事，没想到出了车祸。想要扳倒宋帕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只可惜现在误会已经铸成，叶颖一直都以为是我杀了他父亲。既然是误会，解开不就行了？当日我突袭叶帮主给你准备的欢迎会，的确是为了 U 盘，但我没有杀叶帮主。宋帕杀了我的父亲，还杀了你的全家，都是因为他们有宋帕涉黑的证据，才惨遭毒手。伤口一定很疼吧？要是没有那一枪，我们之间的误会，怕是永远都解不开了。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他已经知道我的身份，平常的手段对付不了他，他一定有所防备。你是督察，很多事情你不能沾手，我一个人就行。你想怎么做？我们的规矩，3刀6洞，他还差不少呢。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，我男人在海关工作，宋帕贿赂他的钱都在卧室的保险柜里。上本给股东了。我交代，
佛心箱里有宋氏、左思的账本。是不是多少老土了一点？这都是你准备的？为什么？我们拿到了账本，查到了他的海外账户，还查抄了宋帕走私生意的上下游。那现在庆祝，是不是也太早了？谁说我要庆祝这个？现在可是我们的恋爱环节。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3年了。那一次，在夜场拉你进那扇门的，是我。当年我在执行卧底任务时差点暴露，幸好是你救了我。我其实早就想起来了，只不过想等你主动坦白。但你表现得不好，我可没答应跟你谈恋爱。啊？我以为我们早就已经在谈了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介意，在很多人眼里，你还是安宁？他现在不方便露面，等案子一结，我立刻帮你澄清身份。即便我还是安宁又怎么样？我已经代表安宁和提查离婚了。但是我没有谈过恋爱，不知道恋爱是什么样的感觉。要习惯几瓶酒的歌单，饮多了再遗憾。你说过的晚安，学前一些浅谈，变成委婉的期盼。失眠带有早放我枕畔，思绪剪不断。我们习惯本能，赶快拥抱取暖，找本模样，淡了互相试探，越用力的想就更圆满，越走到另一端，多少不敢辜负，勇敢继续泛滥，再提提示关于这一段，也很快就讲完。这帮墙头草，以前把我当再生父母供着，现在这局势一变，跑得比谁都快。爸，夜莺和红霄他们扫荡黑点仓，侦查了涉黑人员，也找到了咱们的涉黑秘密账户。爸，咱们是不是玩完了呀？闭嘴吧！没出息的东西，这点风浪就把你吓成这样，这还没到最后呢！别哭丧个脸。爸，要不咱们跑路吧，爸，留着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！跑得了吗？何况让我放弃筹谋半生、苦心经营的心血，那跟死有什么区别啊？好啊，他们要玩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上面的人也只是要个结果而已，那我就找个替死鬼堵住他们的嘴。没有钱，收买不了的人心。
别动，带上。有人派我来救你，走。宋董事长，我就知道您不会抛下我的。您放心，他们没有从我嘴里撬出一个字。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等我到了国外，您就高枕无忧了。你哪儿都不用去，你该去的地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？宋胖，我对你忠心耿耿，你想让我当替死鬼？你死，所有罪责顺理成章的就落到你头上了，那我就可以睡得安稳。啊！宋胖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宋胖，别让他死得那么痛快。宋胖，江督察，这就怂了，还没到正戏呢。让你他妈的听不着，你不顺眼了？真怂啊！哎呀，其他地方已经不安全，只有这里。宋怕的手伸不进来。我派人守了外面所有的出入口，但是多了不少生面孔，恐怕都是宋怕的眼线。这么快就找来了？你现在有2条路可以选，要么跟我合作，做污点证人，受我们保护。你把我害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还想踩着我往上升，死了这条心吧？还有你跟叶红一个德行，放着轻浮不响，非要查什么黑产，还牵扯出这么多事情来。我让你清醒清醒，如果不是我们，你早变成一块水泥了。我跟霍霄可不一样，我们黑帮的手段没有那么文明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答应。是先从眼睛，还是1个亿？哼，1个亿，给我1个亿，送我出国。在宋怕眼里，你不过只是个随时可弃的棋子。在我这儿，你只是个罪犯。跟我谈条件，你没病吧？如果你非得往死路上走，我们也不拦着你，而且很愿意送你一程。哎，我很好奇，要是这会儿把你扔出去，你能活多久？阿荣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我发现你现在行事越来越有黑帮的气质了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可能这就叫般配吧。
我同意，我同意转做污点证人，但是你们要保住我的命。宋派在本地势力庞大，树大根深，这一次他一定会拼尽全力阻止我们，会很危险，但这也是我们唯一一次击垮他的机会。这不只是公仇，也是私怨。我们青云帮有一个算一个，绝对不贪生怕死。为叶帮主报仇！为叶帮主报仇！按江猛所说，我们找到了他与宋帕黑色交易的录音，但有几个兄弟遭埋伏受伤了。你先去处理伤口。好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带江猛从北边出城，届时所有警力会沿途护送。你带着队长从南边走，那边地势平坦，不易埋伏，相对安全。大家准备吧。是。一切小心。你答应我的很多承诺都还没完成，我不许你有事。放心，我没那么容易死。干什么？干活了。一帮废物！无论如何，要把江猛和那些证据都给我找回来。爸，现在警方也护着他们，恐怕不好对付啊。把我逼上死路，会有很多人陪葬，动用所有关系、所有力量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不能让他们活着。是，听见了吗？是。检察官，这是宋氏涉黑案的污点证人，我就正式把他移交给你了。好的，霍督察。终于结束了。为什么？你我是同僚，为什么帮着宋法杀人灭口？霍督察，宋派抓了我的家人要挟，说3点前杀不了江某，我全家都得死。我也是迫不得已啊。把他带走。是，不，走。我已经甩开杀手，道叔长这儿了。江某死了，有内奸，快走！叶莹，叶莹，很遗憾，差一点让你们成功了，可惜江猛一死，墙头草又倒向了我。现在轮到我反击了。36计，走为上，先开溜。
哎，爷爷，没想到会落到我手上吧？这招就叫36级之守株待兔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杀了我？哎，你落到我爸手里啊，或许就没命了。但你落在我手里，我愿意瞒天过海，带你远走高飞。以前的我可能会拒绝，但现在不一样了。可是，你要怎么保护我呢？哦，只要你肯乖乖跟着我，做我的胯下之奴，我哪舍得让你死啊！哦，那我可就要好好表现了。这么刺激啊！花样还挺多呀！以前装什么纯真烈女啊？这不暴露了水性杨花的本性了吗？刺激的还在后头呢。还记得你的杰作吗？你不是也有？你傻娘，你没死啊！贱人，你敢骗我！我就是喜欢你死性不改的样子，不然我还担心下不了手呢。啊！